仆人的数值设计采用了一些新的思路。我们先回顾一下基础的知识点，就是一个角色的伤害是攻击力乘以技能倍率乘以增伤，再乘以其他的一些乘区，然后判断它是否暴击，暴击的话再乘以暴击伤害。所以攻击倍率区、增伤区还有暴击爆伤区是决定一个角色伤害最基础的三大乘区。那么仆人的伤害之所以高，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仆人的攻击倍率区做了更复杂的设计，他的普攻伤害在附魔之后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仆人自己的攻击力乘以平 A 的倍率，比如我这个仆人2000多的攻击力，普攻倍率的第一段呢是 81.2， 所以就是2229乘以 0.812 等于 1809.9， 那这部分是和其他角色相同的。而另外一部分呢是仆人的攻击力乘以当前生命之气的比例，再乘以仆人红死之焰的倍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等5秒回收血长勒令，就有 130% 的生命之气，那么结算的方式就是2229乘以 130%， 再乘以 205.8 的一个倍率，等于5963。最后这两部分相加，得到的就是仆人普攻第一段的攻击倍率区的数值。那么我们会发现，仆人被红死之焰加成的部分和云锦深壑的拐是比较类似的。云锦和深壑的拐呢，它们是自身的攻击力或者防御力乘以自己的技能倍率，得到的这个数值相当于是攻击力，再作用到主 C 的身上。那一个主 C 吃到云锦的拐以后，打出的伤害就是主 C 自己的攻击力乘以倍率加上云锦提升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可以把仆人的这个设计理解为，它自带一个类似云锦这样的普攻拐，它自己一个格子等于其他角色2个格子。而且云锦深壑的加成呢，在倍率上是 100%， 但是仆人红死之焰的倍率是可以根据等级变化的，8级呢是 205.8， 9级就提升到了 221.2， 这就是为什么它伤害很高的原因之一。而攻击力乘以生命之气比例的这个设计，又让生命之气变成了一把双刃剑。当生命之气超过 100% 的时候，对于仆人是提升；低于 100% 的时候，对于仆人的伤害呢，就是一种限制。那么从这样的设计中，我们可以得到2个有用的结论，一个是攻击力对于仆人真的挺有用的，因为不管是攻击力乘以平 A 倍率，还是攻击力乘以生命之气乘以红死之焰的倍率，攻击力都参与其中。另外一个是仆人最强势的输出阶段是生命之气大于 100% 的阶段，如果是获得了 145% 的生命之气，那么就是第一轮平 A 的时候，是仆人伤害最高的时候。这就是仆人相比过去的角色更进一步的地方，扩充了原本单调的攻击倍率区，让更多的因素参与进来，在增加自身伤害的同时，还增加了可以设计的辅助角色的类型，以及通过战斗中生命之气的变化去影响一个角色的伤害。那我们只需要设计出能增加或者减少生命之气的原模或者环境，就可以对仆人这样一个角色进行有效的限制，伤害呢更加可控。那么基于以上的结论，我认为未来的战斗角色和原模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。比如我们结合之前的魔像督军，他的攻略方式除了力大专飞外，那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快速的破盾，然后获得一个负 70% 的抗性增益，然后让角色在原模瘫痪的阶段打出更高的伤害。那么为了能够快速的破盾，队伍中呢就会加入到一些角色，而这些角色可能会破坏队伍原有的化学反应，降低队伍的伤害。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会发现枫丹的主 C 呢，在设计上它是膨胀的，而这种伤害膨胀呢，也让它降低了对于传统的固定的增益辅助的依赖，可以更多的根据环境去调整自己的配对。比如说我们看这期深渊就能发现了，当深渊限制增加的时候，枫丹的主 C 就算是拆队也更从容一些。我觉得未来组队的方式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，主 C 就是负责输出的，其他的位置呢可能有的角色是负责增益的，有的角色呢是负责破盾的，有的角色呢是用来生存的。所以未来低命临命的战斗风格可能真的会像之前所说，向偏运营的方向发展。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原神的战斗设计，可以感受到在须弥之前呢是一种思路，在须弥之后呢是另外一种思路，但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缓慢的，一部分是由角色上线的速度决定的，只有角色足够多的时候，新的玩法新的思路才可能玩得比较好。另一部分是玩家的接受程度决定的，能接受变化的玩家其实是比较少的，因为大家都有沉没成本，绝大多数玩家还是喜欢在舒适圈里去玩游戏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须弥也好，枫丹也好，都是新战斗思路的一种过渡，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。如果我们站在更远的未来去回看的话，比如说在纳塔的结尾，我们可能会发现原神的战斗理念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好的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